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鱼子酱和咱们中国产的鱼子酱。严格的来讲，只有鲟鱼卵制成的才有资格叫鱼子酱。我们一看到鱼子酱也有不同的等级划分，这两罐小的俄罗斯原装，大的中国制造，它们都是入门级的西伯利亚鲟鱼子酱，都是10克装，106块钱一罐。然后是这个黄色的小的俄罗斯的，大的就咱中国的，都是尊享级的俄罗斯鲟鱼子酱，它们也是都是10克一罐，188块钱。让我们看看这个同等级、同品种、不同的国家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吃起来有什么不同。看到这儿，肯定有小伙伴好奇，中国哪来的西伯利亚鲟鱼？其实现在所有的国家出产的鱼子酱，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他们的鲟鱼全都是养殖的。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先从这个入门级的西伯利亚鱼子酱开始对比。今天搭配鱼子酱的酒，我选择的伏特加，头一次喝伏特加，先尝一口什么味儿啊？说实话，不是特别喜欢。这是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鲟鱼子酱，另外这个是我们中国产的西伯利亚鲟鱼子酱。从外观上基本上一点区别都没有。为了避免心理上的暗示，我准备把这俩鱼子酱一样㧟一勺。好，看清楚啊，这边这是俄罗斯产的，这边这是咱们国产的。我现在闭上眼睛，然后盲品，看看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区别。好，应该差不多了。关上，哪儿去了？首先尝尝这个，我说实话是挺不错的，一点腥味都没有，搁嘴里软绵绵的，哎，非常醇厚的味道。现在可以睁开眼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尝尝这个啊。这个更咸，这个更淡，我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两个的区别。我觉得淡一点的好吃，尝尝这个俄罗斯的是淡的还是咸的？我第二口吃的绝对俄罗斯的，咸的。我操，中国这个太牛逼了！现在咱们中国这个高端美食的技术真的是已经崛起了。把这个入门级的放一边，现在来尝尝尊享级的。哇哦！这次这个稍有不同，颗粒大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俄罗斯的这个颜色稍稍的深一些，而咱们中国这个颜色更浅一些。现在开始盲品俄罗斯鲟，这勺是国产的，这勺是俄罗斯产的，开始盲品。好，应该差不多了。哇，为什么闭着眼尝，第二口总是比第一口咸呢？接下来盲品国产188块钱10克的尊享级鱼子酱和这个入门级106 10克的国产鱼子酱，看看能不能吃出差别。开始。好，差不多了，关。勺呢？这个好吃，我睁着眼看看啊，我吃的到底哪个尊享级？我觉得入门级的比尊享级的好吃。其实鱼子酱的吃法有很多，之前我在一家日料店吃的是搁苏打饼干上，来一口啊。
贼香，真的是 very good。我更喜欢这个便宜的，我给你们好好的描述一下便宜的鱼子酱什么味道啊？这种鲟鱼的鱼子酱呀，它搁嘴里不像你平时吃的那种鲑鱼子或者其他的鱼子，搁嘴里一咬，喷就碎了，汁水就溅出来了。而这个搁进嘴里，它是不需要嚼的，你直接用舌头跟上牙膛一顶，它就化了。然后是那种淡淡的榛果香气和淡淡的奶油香气，特别的醇厚，非常的奇妙。西伯利亚鲟是鱼子酱中最便宜的鱼子酱，感觉反而它比俄罗斯尊享级的这个好吃。这次真的不是无脑吹，因为我吃过法国的生蚝、澳洲的牛肉，他们都是1等1的好食材，我绝对不会昧着良心的说他们不好，也不会昧着良心的说国产的某某东西好。但是这个国产的鱼子酱，我就是觉得它比俄罗斯做的好吃。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就是2次盲吃，每次都是觉得第1口好吃，第2口偏咸，味道偏重，但是最后就着苏打饼干吃，越吃越觉得中国的好吃，并且我准备购买世界上最贵的鱼子酱来做测评，它是1公斤18万人民币，再买些刚才等级划分中没有吃过的品种，然后做个详细的对比，它们吃起来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在自己探索未知的美食的同时，然后分享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块儿去长见识，真的是太美好了。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给关注哟，下期再见。